最近要搬家了，整理玩具的时候突然发现压箱底的还有一盒 M2 的飞升自由。记得当时再版我750块抄的底，刚刚一看又涨回去了，说明这款的素质也是得到了大家认可的。正好之前也没有拍过那今天就来带大家一起玩一玩吧。开箱可以看到东西还是很多的，但基本上是本体上的配件。可以看到这一次的飞升自由高达相比之前的自由和强自，感觉要多了一部分的装备毕竟原本这台机体是被指定为剧场版机神的最终换乘机，不过最后方案又改成了所谓的强自2式。那原设中该机是混合了 Plant、奥布和大西洋联邦3家技术，根据强袭自由的数据所开发的机体，并且吉拉也全程参与了飞升自由的研发。至于之后的荣耀捍卫者大翅膀背包，原本就是预期搭载到飞升自由身上的，只不过因为技术难度问题导致进度拖得很慢。另外一点就是该机的动力系统，有设定说是超刀和混合动力和强自一样，但这应该是被废弃的原设，目前大家默认应该是台电池机。另外该机的装甲也是升级的 VPS 装甲，比原本的 PS 相转移装甲的防御力更高，但更省电。另外虽然从自由开始驾驶舱就已经是全周天了，但飞升自由还是有一定的提升的。标志性的多重火控系统也是一代代升级过来的。最后虽然用的是强自的资料但实际还是自由式的翅膀。估计很多朋友都没有想过这个翅膀是干嘛用的。设定上自由一开始是有2个模式的，发射五彩大炮时翅膀收起来，打开翅膀时就是高机动空战模式，简称 High Mat。 翅膀通过电脑控制成为气动主动弹性机翼，能够抑制空气阻力，辅助机体进行加速、急停、回转等动作。和 UC 宇宙里的 M-Back 类似，动画里翅膀间喷出的粒子特效也有抑制空气阻力的效果，因此自由才能在大气圈内飞行。而且翅膀本身也有一些小的推进喷口，本身也兼具散热器的功能。而飞升自由除了还原了自由的翅膀，还给了2个翼状的主推进器以及 MA 模式下的机头装置。然而我觉得增加的这一坨背包反而让飞自的造型有点臃肿了，普通罚站状态正面看过去不是很好看。配件方面给的实际上并不多手型一对握枪，一对开掌，一对空心握刀和一对握拳手，做工涂装细节啥的还是很给力的，在 M2 魂这条线里也算不错的水平。但丰富程度上和武器配件一样，就是本体上很常规的东西，完全是堪堪够用的程度了。还好飞自本身的武装就非常丰富所以玩法上还是非常多样的。另外多给了一个备用的天线，这个细节好评。武装方面基于强自又有了新的改进，首先是2腰间的光束军刀换成了 MAFZ51 式的 Versina 光束军刀，玩具的特效件这里根部也给了高光的涂装，该光剑理论上的出力和斩击效果和强自的超级蝎护士是差不多的，并且也能尾对尾合成双刃光束戟。不过动画登场的3分钟里并没有这么用过，所以玩具也就没有还原这个设定。说到底还是飞自的登场时间确实太少了呀。另外本机手腕上的无敌型光盾发生器也是基于强自的光盾进化而来的，本质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异同，可以看出机体的资料确实是来自强自的。玩具里也同样给了光盾的特效，光盾的展开则是通过替换键来实现的，替换的连接键也有枪铁色的涂装，好评。虽然防御性能很全面，不过对于一台电池机来说，这种武装还是太耗能了。所以除此之外，飞升自由也单独配置了一块实体盾牌，该盾牌使用了战舰同款的基层装甲打造的，可以看到厚度是非常的厚，防御效果也远好于抗光束涂层盾牌。另外盾牌内融合了 RQM73 型硕刀回旋镖，可以从盾牌的2侧展开，玩具里也给了相应的光束特效键，同时盾牌的顶部位置也会形成光束刃补充打击，并且该弓盾也自带推进器，可以像正义高达的背包一样脱离本体自行攻击，并且这个玩意儿是能实现单体在大气圈内飞行的，攻防机动3位一体，在剧场版里的戏份也是非常的足。说实话这武器我觉得比只能在宇宙用的龙骑兵要好用太多了呀。另外飞自的头其实和强自对比一下就会发现，除了雪铁龙被移除以外，其实整个造型上是很接近的，两者安装的都是31毫米的近防火神炮。飞自的型号是 MMIGAU30 型，具有自动近防击落导弹的能力，头内的控制通信系统也有一定的升级，不过把嘴的散热给取消了也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就算只从造型上来说也是有雪铁龙更好看一点吧。腰部的磁轨炮同样是基于强自演进而来的 MMIM2020 型毒蛇3磁轨炮，除了标志性的炮口2段展开机构外，前方还能再展开一段，用以增加电磁弹射的初速和炮弹稳定性，毕竟膛线变长了嘛，也是自由这一个系列中最为重要的实弹攻击手段，动画中也能经常看到它的高光时刻， pose 摆起来也是很帅的。不过从光束步枪开始，画风又变回到老自由的身上去了。设定是这样圆的，因为左手安装了弓盾，不方便双持，所以只搭载了一把 MAM727A3 型高能光束步枪。设定中并没有提及到出力，不过从方形的枪口来看，出力就不会低。另外枪身上惯例安装了辅助瞄准镜，理论上的精度是很高的，不过驾驶员是机神我觉得就算精度再拉垮，机神照样能只瞄驾驶舱的周围。
另外，玩具不仅给了这把枪丰富的涂装，同时还给了一个隐藏的装位，翻起来就能把枪挂到屁股的后方了。最后的这件武装同样是继承自由的，型号 MABBF75 的400毫米口径 Stormsvaha 超高能脉冲炮，和自由的鲸鱼脉冲炮一样，是隐藏在机翼内的，可以像这样转动翻折出来。其实说白了，就是福田老登还是喜欢自由的翅膀设计，想再复刻一下。于是设定上，飞升自由因为使用场景主要是大气圈和近地轨道，龙骑兵并不适用，最终还是选用了自由的背包方案，同时也就使用了同样的高能光束炮的方案。该炮的能量密度极高，威力极大，射出的是被电离的等离子体能量，作画上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种红白夹心的感觉。很多人会搞混为阳电子炮，实际上完全不同啊，威力也差得远。不过配合上祖传的多重火控系统，就能打出炫酷的五彩大炮了。但搞笑的是，飞兹在剧场版虽然打了几发五彩炮啊，但完全没有多重火控系统弹出的作画，这待遇也是真的差呀。另外，刚刚也提到了，飞兹的翅膀是自由眼镜的，所以前后翻折和旋转的可动也是和自由一样的。当然了，结构也是一样的，5个翼片，2个主推进翼和1个小的副翼，每一片都有单独的展开可动，并且翅膀上端有喷口的结构，也正是之前提到的 High Mat 模式下的粒子散布的部分。不过吉拉可能嫌推力还是不够啊，于是又补上了2个这样的翼状推进器。玩具这里做的还是很漂亮的，只可惜没有给展开的任何小机构，可动的干涉也是非常的大啊。另外，这个 MA 模式下的白色机头的部分也是干涉的重点，我真的觉得这里真的很丑啊！弹幕告诉我不是一个人。那既然讲到了这里，不如一起来看一看飞兹的变形吧。首先需要把2个翅膀的部分都打平，接着把机头给翻上来，打开头部的保护盖板，翻起机头的2片小压翼，把飞兹的头摆正，然后往下推机头，把拉伸的结构给收起来。此时金色的天线应该正好插进内部的2侧三角形小孔内，然后就能完美的盖上盖板了。接下来的这一步不能跳过，看到腰后方的2个小孔，把整个腰部向前翻折，留出足够的空隙来装固定用的连接件。连接件装上之后，再把腰部打直，与连接件完全贴合住，才算是正确完成。接着捏住翅膀，用力的往下拉，然后就能看到有个滑槽的结构被拉开了。接着是惯例的收起脚尖，不过没有想到飞兹的小腿后方竟然做了一对双垂尾，然后提前插上飞机形态下用到的裆部连接件，向后拉盾牌下方的小零件，然后把这个小装位给抠出来，接着拆掉原来的手部连接桩，换成这个腰部连接桩的下半部分，然后抠出这个辅助的固定爪，并且完全展开。接着这个红色的部分通过滑槽展开，露出内部的光束枪连接位点，然后就能将光束步枪的把手部分给连接上去了。之后再插到机体的腹部，和之前的腰部连接件连接就 OK 了。明明就是一趴变形就完事儿了，被万代设计的如此之复杂。侧面看过去可以看到是非常的厚的，设定上说进入 MA 模式后的飞升自由拥有大气圈内极高的性能和突防能力，但说真的，不是加个流线型头罩就能冒充气动布局的呀。飞兹的变形机能是参考的村雨，但看看人家村雨的变形和气动布局啊，那才叫飞机好吗？好歹也是个有前掠翼的 Z Plus， 人家机翼上还能挂空对地的导弹，飞兹这玩意儿我都分不清楚哪个部分是机翼啊！福田老贼女与其硬变一个飞机模式，不如说是天使龙轮舞看入脑了，想借鉴一番，我倒觉得更合理啊。好了，那么看完了设定和机构啊，最后再来看一下可动。可以说飞兹的好口碑绝大部分来自于可动做的是真的好， pose 摆出来也是非常的好看。首先在脖子伸直的状态下，低头的幅度就已经能离谱的超过60度了。不过此时抬头的幅度不是很大，也就是30度左右。但飞兹有杀招啊，整个脖子能像这样向前平移，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关节，它能让整体呈现出驼背感，使得摆 pose 用力的动作更加充满力量感，同时也让飞兹抬头的幅度也来到了离谱的60度以上，和肩部形成三角形，飞行的姿态就很好看了。另外360度的头部平转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唯一难受的是脖子没有了左右的侧摆幅度，非常的轻微，而且头感觉非常的松啊，玩起来感觉一晃一晃的。大臂的根部做了一个引出前伸关节，但令人意料之外的是，这个前伸的范围非常之大，如果不停的向外拉的话，能非常轻松的就达到接近90度的范围，这就很给力了。收回去后也能通过球关的连接做一段20度左右的后摆，肩胛侧面的推进器有一段上下的摆动范围，同时肩部的肩胛小盖板也可以抬起一段，手臂可以平抬完美的90度。
，360度的垂直大风车也毫无压力。大臂根部的360度平转也是正常标配。虚肘是可以做到180度小臂贴住大臂的，不过小臂太粗，肩胛太大，互相干涉，实际大概150度左右也完全的够用了。手腕部分是2段的球冠，替换的部分有一段，基座的部分还有一段，范围非常大。腰部的可动非常给力，也非常的逆天。前倾可以看到胸和腰各有一段前倾，可以非常轻松的达到45度以上的幅度。后仰也同样如此，幅度非常大，机构非常漂亮。左右的侧摆同样也不遑多让，可以看到腰部灰色和白色的部分有明显的嵌套转动结构，左右的这个弯腰能做到45度以上。这个胸腰可动应该是 MB 强袭的结构下放，360度的转腰用的是球冠，裙架会有干涉，但是臂让开就能转动了。另外前裙架、侧裙架和后裙架都可以抬起来，但实际的把玩时，前裙架和侧边刺尾炮都有严重干涉，非常的容易崩飞。另外大腿根部给了经典的下拉前伸关节，但大家前提是尽量不要向下拉，否则容易崩飞前裙架。当然戴哥也知道这个问题，给的是一个2端球冠能让裙架向上平移，但实际还是非常容易掉的。当然了，如果不用下拉关节的话，像这样小心一点的掰，向前踢正常90度还是轻轻松松没有问题的。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下拉前伸进一步的试探极限，我这里大概就是120度左右。向后踢的话就轻松很多了，因为后裙架是可以翻起的，即使不用下拉关节也能完全做到向后90度打平，非常漂亮的幅度。那侧胎这里就很难崩了，你会发现你不管怎么样转磁轨炮都会和侧胎发生干涉给崩飞，不过应该庆幸这时候已经侧胎到75度左右了，把玩的过程中已经非常够用了。另外大腿根部360度的平转无压力，屈膝也是非常漂亮的180度小腿贴住大腿，这个大小腿的贴合弧线也是相当好看的，只可惜膝盖架完全没有联动遮盖。脚掌的结构也非常的有意思，首先抓住高跟的部分可以上抬30度，但脚掌是没有向后的，只有脚尖能下翻，脚踝可以轻松的360度旋转。前脚掌因为变形机构可以下翻90度，同时也能做轻微的上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2段上段球冠连接的结构，因此它可以做一个很神奇的脚尖向内90度。但实际上飞字的接地很鸡肋，只看高跟部分的话只有向内30度不到，向外也是这样的，只能满足基本的站立，但对于 pose 来说，飞字大多还是腾空上支架，现在这样已经很够用了。整体看下来，大家也会发现啊，短时间内再版，二手市场价格还能涨回去，这个产品质量还是很过硬的。当然了，作为机神的座驾，人气也是一方面。我当时买回来是想出一期视频的，尤其是想吐槽一下 Freedom 这部剧场版。与其说是在看高达，更像是在看复联。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高达 C 的宇宙的世界观的，阶级矛盾、种族矛盾、科技分化、基因改造、核武器与核污染，能展开的点真的太多太多了。C 的第一季虽然多少带点偶像剧的性质，但故事铺的还是很不错的。但哈耶克的大手显然意识到，反思战争哪有卖模型卖人设来得快啊！我要看的是基拉最后撞死 BOSS， 然后指着驾驶舱的外面说星星真亮啊，然后什么都没能改变吗？那显然是阿斯兰开自由一骑当千来的爽啊！上战场要杀敌，杀人太残忍，那是因为实力不够好吗？我机神觉醒后只削人棍不捅驾驶舱，帅就完事了。妈妈，我以后也要开自由。2年级我第一次看高达 Seed 的时候，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呀。然而长大成熟了，如今已经快30岁老登的我，3个小时虽然看得津津有味啊，但走出电影院就一个感觉，高达要完了。总想深入剖析和大伙讲点大道理，但再看看如今的高达新作，这个老 IP 一直在创新，只不过每次都是要完了，但最后玩具销量不都爆炸吗？所以商业和艺术根本就是2个东西，非要用批判和教育的眼光去审视娱乐产业，只能证明我的心态确实是已经老了，确实应该把高达从战争与反思的标签里面剥离出来了。日本的创作者正在逐渐丧失全球性和大众视野，作品也越来越充满个性，但也越来越小众和看不懂了。我不认为这是审美的进步，因为这样的审美是绝对不会创造出下一个自由高达的。所以我这批老人啊，就跟着高达的商业 IP 一起走入旧时代吧。我更期望看到的是我们的年轻人创造的下一个自由高达。